大家好，我是哲嘉。上一集讲完了 Codex CLI 的部分，那这一集就来讲 Codex 的 IDE extension 要怎么操作。然后 Codex 有个比较特别的功能叫做 To Do。那在进入正式的内容之前，最近看到了几篇贴文在讨论不同工具的费用还有使用量。那我这边就分享一下我的经验。我之前买过 Cursor 还有 Cloudcode 一个月$20的方案。那 Cursor 的部分，我一个礼拜不到，它的使用量就到达上限，就是很贵。然后 Cursor 也有 Cloud Test 的功能，但我记得之前是还需要额外付费，就是它是叫 Background Agent，需要每个月再花$10这样。那 Cloudcode 最近也出了 Cloudcode Web，但我这边就没有 follow，它是需要额外付费。那 Cloudcode 它一个月$20的方案，我是一个月用不完，就是很够用这样。那 Copilot 的话，因为公司有付费，所以我就不了解划不划算这样。但 Copilot 的 Tab Completion，它的模型是只能使用 GPT-4o，不能调其他比较聪明的模型。至少我之前用的时候是这样啦，但是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升级。然后在同样用 Agent 生程式码的部分，就算模型同样是使用 Cloud Sonnet 或者比较聪明的模型，我是觉得 Copilot 好像都表现得稍微差一点。就是我有对同样一个任务选同样的模型，然后比较 Cursor、Cloudcode 还有 Copilot，那我觉得 Cursor 好像都会表现得最好，然后 Cloudcode 也是表现得蛮好的，但是 Cursor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会再聪明一点这样，然后 Copilot 我是觉得就会差比较多，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啦，不知道其他人使用下来感觉怎么样。那接下来就来开始介绍 ID extension。那它在市场就是长得像这样，你找这个 Codex Open AI 这个，那你装完在左侧就会出现一个 Codex 的 icon，那进来就可以使用。那我从上到下开始介绍，左上的话就是 Back，你可以选你之前不同的 Chat，然后这个就是你的历史记录，就是不只是这个 Chat，包括你 local 上所有的 Chat，还有云端上面的对话也都会在这边。然后这里就是开一个新的 Chat。那左下这个加就是可以去加这个专案下的档案，比方说在这边搜寻，然后就可以选你要加哪一个档案进来，然后按下去，那这边就会出现了。那你希望加图片进来的话，也可以按这里。那在这里按下 at，就会进入刚刚的搜寻，然后一样可以选要加哪一个档案进来。那复制贴上图片很简单，你可以对图片 Command C，然后 Command V 复制进来，或者拖移图片进来也可以。这个 Auto Context 就是会自动去观察你的操作还有行为，这个就很像Cursor，它也是会去观察你最近打开了什么档案，然后编辑了什么，然后会提供你 code completion 的建议这样。那左下方的话，可以去选最上面这个选项，你就可以直接在 ID 这边对话，然后使用 Cloud Agent 去执行云端任务。然后最下面就是一般的使用方式，在本地端这边使用。
然后它这边还可以调不同的 repo， 这倒是很特别，其他工具没有。那中间这个是去调它的模式，有 Chat、Agent 还有 Full SS 3种。那 Chat 的话，它就是每次要改程式码或者 run command 都会询问你，那你approve 它才会继续往下。那 Agent 的话，它就是一直帮你改，然后改完结束这样。然后这个 Full SS 就是不只会去跟动你的程式码，可能还会另外跑其他的工具这样。那这个就是去选你要使用的模型，然后再来右边就是它想的深度，然后越低的话就是耗费的 token 越少，那当然就是会想的越浅。然后越高的话，就是你可能需要处理更复杂的任务，会需要这个。那当然花费也会比较高，这样。那接下来就实际跑一个任务给大家看。那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，我直接把结果给大家看。那它这边就是会有它跑的过程。那中间改了什么档案，你可以点下去看它改了什么。虽然画面有点小，然后最后会有个总结，说它做了什么事情。然后最后你可以按这个 View All Changes，就可以比较清楚去看每个档案改了什么东西这样。然后如果你看完不想要这个结果，也可以直接按这边的 Undo。那接下来讲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功能，叫做 To Do， 就是你可以在康门这边打 To Do， 就是你希望之后做的事情。然后等你之后回头过来想做的时候，就可以按下这个 Implement with Codex， 然后它就会下去跑。然后跑完，它就会把刚刚的 common 移除，然后把新的扣放在这边，那这样就会完成这个功能。